猫儿少女有多可爱，最强冒险者争着给她当妈，搞得弗兰不堪其扰。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，弗兰接下蜘蛛巢穴地下城调查任务，来到约定地点和其他冒险者会合。阿曼达一见到他就热情地扑了上来。这次巢穴调查同时也是2组1级队伍的升级考核，担任考官的是由金发帅哥克鲁斯带领的 C 级队伍蔚蓝守护者，剩下2组队伍分别是科多拉带领的龙之咆哮和弗利昂带领的树海之眼。克鲁多对弗兰敌意满满，认为弗兰是走后门才升到地级的，又是抱着好玩的心情来这里的老太婆，又是走萝莉控工会长后门升级的小鬼，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。话音刚落，克鲁多就被阿曼达笑容满面的拎起脑袋，你刚说什么？要不要再说一遍？差点被阿曼达捏得当场去世。克鲁多这回学乖了，虽然不敢嘲讽阿曼达，但他绝不会认可弗兰，嚷嚷着让弗兰回家找妈妈。弗兰一句他妈妈已经死了，怼得克鲁多无话可说。真诚永远是必杀技。克鲁斯出来调和，阿曼达只是旁观者，毕竟如果他出手，所有人都不用考了。这次的任务是调查工会管辖的蜘蛛巢穴，同时取回地下城核心生成的魔石，以及消灭途中出现的魔兽。克鲁多不屑一顾，不过是一些 F 级的魔兽，轻轻松松就杀掉了。地下城动力来源于魔兽的魔力，而且一共有6层，没那么容易攻陷。蜘蛛巢穴是没有城主的地下城，会操控核心生出魔兽或者矿石之类的东西。工会会定期派遣冒险者去取回这些东西，获得收入来源。通往地下城的路上，克鲁多致力于给弗兰使绊子，为最后惹怒阿曼达被揍，因此小队到傍晚才来到驻地。明天一早进入地牢，克鲁斯安排好大家轮流守夜。弗兰排在第一个，刚刚安稳下来，克鲁多掏出长矛就要和弗兰比试，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有级别地的实力。弗兰原本不想理他，没想到克鲁多居然越说越过分，嘲讽好剑是把没有用的玩具剑，侮辱他可以，侮辱师傅不行。既然克鲁多找死，那他们就来比划一下。大家都想知道弗兰的实力，居然也没有人阻拦。克鲁多认定弗兰就是走后门的冒险者，绝对不堪一击。好剑非常无语，他让弗兰布好结界，别忘了守夜工作。风土双结界在空中张开，居然能够双重施法。周围的人都意识到这小姑娘不简单，可惜克鲁多没什么脑子，见弗兰用的是剑，更加轻敌。剑的攻击范围赢不过矛，他至今为止还没输给过同等级的冒险者。克鲁多信心满满的朝弗兰挥出矛技，2发突击被轻松挡下。弗兰用剑格挡住矛，飞起一脚把克鲁多踹到地上，然后高举好剑，看到了吧，这就是这把超强之剑的威力。然后突然反应过来，他刚才打人好像没用剑，于是反手又用刀身把克鲁多揍了一顿。本以为这样就没人找他麻烦了，却没想到阿曼达突然发难，提出要和弗兰进行练习赛。弗兰答应了，如果他赢了，阿曼达就不许再缠着他；但如果阿曼达赢了，弗兰就要叫他妈妈。郝建总觉得弗兰是在自掘坟墓，偏偏这一场比赛，弗兰还不需要郝建帮忙，他想看看自己的实力能和级别 A 交手到什么程度。见弗兰做好准备，阿曼达也掏出了自己的武器，一把沉重的鞭子。鞭子在阿曼达的手中灵活的就像一条蛇，仅仅一击就划伤了弗兰的侧脸。使用剑反击只会被卷走武器，弗兰完全靠着野兽的直觉的躲避。好不容易趁着阿曼达甩出鞭子，弗兰试图拉近攻击范围，却没想到阿曼达居然反手握把又把弗兰甩了出去。而直到这里，他还没有拿出真本事。长鞭被注入魔力之后变得更加灵活，不用操纵就能发起攻击，这是阿曼达虐渣专用必杀技，弗兰能躲开实属不易，毕竟是 A 级冒险者的力量。弗兰仅仅挨了一下就被震得不断后退，和这种强者的战斗绝对不能陷入持久战。弗兰用风魔法提高机动，主动出击，紧接着使出风和思考咏唱火魔法，但阿曼达没有给他近身的机会，长鞭顷刻间划破弗兰的腰侧，却没想到弗兰居然可以忍着疼痛继续前行，利用空气弹射将自己的速度提升到极限。弗兰直冲阿曼达而去，这个速度根本来不及收回鞭子。阿曼达现在毫无防备，就在弗兰即将近身之时，阿曼达轻描淡写的竖起了风之盾，轻松化解了弗兰的攻势。弗兰控制不住的向后翻倒，而就在阿曼达回头的瞬间，弗兰积蓄已久的火魔法直冲他的面门砸下，这就是弗兰用分割思考所酝酿的绝招。周围变成一片火海，弗兰也被弹飞出去，围观群众都傻眼了。弗兰打败了 A 级冒险者，却没想到随后火里走出的阿曼达居然毫发无伤。弗兰不愿意认输，结果刚站起来就晕了过去。阿曼达急忙抱起弗兰给他疗伤，是他做的太过火了。弗兰那一击确实击中了他，但是他的特殊技能精灵的宠爱自动发动，能让威力超过一定程度的攻击失效一次。其他冒险者忙着灭火收拾烂摊子，不惜使用最讨厌的分科思考，也要逼出阿曼达的真本事。弗兰是真的长大了。弗兰梦到了妈妈，温柔地摸着他的头，让他加油。他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躺在阿曼达的腿上。他昏迷了近2个小时，虽然伤势痊愈了，但精力还没有恢复。弗兰愿赌服输，但这声妈实在叫不出来。阿曼达没有逼迫他，将弗兰搂进怀中。他知道弗兰的妈妈一直在他心中，他不希望弗兰马上就相信他，但是他想要弗兰知道自己永远都在他的身边。郝建用谎言的真理确定了无数次，阿曼达没有说谎。
第二天，弗兰想帮他们收拾残局的同伴道歉，他发现所有人身上都有伤，一问才得知，大家之后都向阿曼达发起了挑战，但没有一人能做到弗兰那样。经此一战，大家也都明白弗兰的实力，没有人再敢小瞧他了。之后，大家来到蜘蛛巢穴，克鲁斯拿出通行证打开入口，地下城攻略正式开始。蜘蛛巢穴第一层有很多石柱和遮蔽物，蜘蛛型的魔兽潜藏在死角，龙之咆哮担任先遣队伍侦察敌情，树眼之海负责后卫警戒。阿曼达刚入行的时候，蜘蛛巢穴还没有被攻略，抱着抢先攻略这里的冒险者急得水泄不通，也有很多人因此丧命。为人父母的冒险者不在少数，因此阿里萨内多了很多孤儿，他开设孤儿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当时他很弱，根本赚不到钱，多亏镇上好心人的帮助。这时蜘蛛魔物出现，将小队围拢。陷阱蜘蛛本身战斗力不高，很容易解决，不过它吐出的丝却异常坚韧，如果被缠上就会无法动弹。虽然用火烧掉就行，但蛛丝作为素材也能卖上不小的价钱。克鲁斯特意告诫弗兰小心用火，好好的姑娘这些被认定成纵火犯可还行。地下2层地形比较复杂，有蜘蛛以外的昆虫魔兽频繁出没。弗兰向阿曼达请教战技、技能和魔法的事，他对于这些名词一知半解。阿曼达很乐意解惑。战技是发挥体内魔力操控力量施展的必杀技，据说是武神和斗神发明出来的。阿曼达现场举例，克鲁多砍杀蜘蛛的矛技，他的鞭技和弗兰的剑技都算战技。战技只有在战斗中逐渐摸索，体内魔力相呼应的那一刻，技能自然而然就出来了。地下3层时，陷阱开始变多，大家被层出不穷的陷阱折磨得苦不堪言。埃塞尔使出技能陷阱探知，很快就解除了一路上的隐藏陷阱。阿曼达随即开始讲解技能，技能是借由锻炼积累经验，由世界赋予灵魂的神技。除了普通技能，神还会赋予特殊技能和附加技能。最后是关于魔法，魔法是利用魔力操控，将魔力释放到体外的技术。魔法分为土、水、火、风4本基种类型，高级属性又分为大地、大海、火焰和暴风。若想学习魔法，必须先了解自己适合哪种类型。如果想学水魔法，就要每天接触水，将水的印象融入身体和精神。但如果不合适，再怎么学都没用。要学土魔法，就要把自己埋进土里，或者是吃土地里的食物。而阿曼达的风魔法，则需要全裸的在风中奔跑。弗兰也想试试，浩剑极力反对，他绝对不会让弗兰做这种事情的。单一魔法之上就是复合魔法，是指只要拥有2种属性就可能学会的魔法。通往地下4层的大门上爬满了蜘蛛，树海之眼作为前锋进行牵制。队长弗利昂和工会长都是木精灵，能够使用水和土组成的树木魔法。水和风是冰雪，水和火是生命，风和火是雷鸣，风和土是沙尘，土和火是熔铁。弗兰对雷鸣魔法很感兴趣。到达第4层存档点，大家原地休整。弗兰请阿曼达吃咖喱，愿意分享食物，就代表他已经接受了阿曼达。4种属性以外的魔法还有光和暗，虽然在魔兽中很常见，但是在人类当中比复合魔法还要罕见。弗兰问使用暗魔法和死灵魔法就是坏人吗？虽然这类魔法给人的印象确实不太好，但也不能说他们就是坏人，毕竟那只是一种属性。阿曼达说他认识一个死灵法师，是个有点可疑的人。另外还有什么回复、咨询之类各种稀奇古怪的魔法，听得弗兰一个头2个大。还有很多只限魔兽拥有的魔法，好进的技能都是魔兽身上吸取的，所以才有很多稀有的魔法和技能。阿曼达小课堂暂时就上到这里。克鲁多觉得这趟探险超值，作为升级测试真的好吗？克鲁斯提醒他，到了第5层才是重头戏，魔物数量和陷阱种类都会增多，什么强制转移、瞬间移动、强制缴械等等陷阱层出不穷。弗兰换着郝剑要学雷鸣魔法，郝剑本来不想答应，毕竟弗兰才刚刚知道复合魔法，突然学会也太可疑了吧？但架不住闺女会撒娇啊，最后还是答应先学起来，但是要等到回去才能用。他还剩不少自主电话点数，将风魔法提升到10级之后，学会了暴风魔法和雷鸣魔法。虽然答应了好好的，但弗兰还是一到手就迫不及待地尝试起来。小队到达地下第5层，果然蜘蛛陷阱都变得多了起来，好在通过的有惊无险，但是一到第6层就出了问题，数量变多不说，居然连解毒剂都失效了。郝剑一鉴定才发现中的根本就不是普通的毒，而是剧毒。好在弗兰有回复魔法帮他们解了毒。此时众人发现了不对，蜘蛛变得耐打了很多。郝剑再一鉴定，第2层的魔物已经不是陷阱蜘蛛，而是高阶的剧毒轨迹蜘蛛了。按照工会的约定，这里应该只会定期召唤陷阱蜘蛛才对，已经被攻略的地下城按理来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这种程度的威胁对1级的队伍负担太重，克鲁斯当机立断选择撤退，由阿曼达和弗兰负责开路，他们返回第5层。结果在撤退的路上，斧子头和光头中了混乱毒素，到处乱窜，直接带弗兰撞进了陷阱。等到发现已经太迟了，传送魔法启动，好就让弗兰抓住自己，他会想办法应对。结果下一秒，弗兰和2个小弟原地消失，而作为武器的郝剑却被留了下来。这居然是传送和解除武器的双重魔法陷阱。按照工会的地图，他们应该被传送到附近的小房间。阿曼达拿着郝剑到处搜索，却丝毫没有发现他们的行踪。阿曼达突然
兰有了一个不好的猜想，这里或许有着能改造陷阱的高等魔物，诡计蜘蛛的高阶种导弹鬼蜘蛛。好见心急如焚，用尽各种方法都无法探知富兰的位置。而此时被传送到神秘房间的富兰，则遇到了黑化版的蜘蛛子，没有豪剑在手，剑术和魔法都不能用，他该如何渡过难关？